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析。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多创作者心里最软的那一块，或者是说最痛的那一块，也就是经营艺人公司的挣扎。你懂的，这是一趟听起来充满自由，但老实说，常常会让人有种好想开除自己的奇妙旅程。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作为艺人公司的老板兼打工仔，我们到底该怎么逃离那种每天被流量追着跑的焦虑泥沼，然后重新找回你一开始创作的那个热情火花。我们得诚实面对一个有点痛的现实。大家常说想要全然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很多时候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呢。你想想看哟，在艺人公司里，你同时是那个在上面发号施令、要求超高的严苛老板，但转过身，你又是那个熬夜赶工、快要爆肝的基层员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生活跟工作的界限可以说是不见了，完全糊在一起。而这种界限模糊的状态，其实就是让你长期感到压力山大，甚至情绪耗竭，产生职业倦怠的真正元凶。所以现在，请你静下来问问自己，你最近是不是常常觉得好像被困在一个叫演算法的无底洞里？其实啊，当我们太过渴望流量，或者是每天都在为变现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很容易就会切换成一种自动导航的惯性模式。你不再是因为觉得好玩或是充满热情而去创作，而是每天被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追着跑。长久下来，你当然会觉得挫折，会有一种怎么做都不对的失落感，这真的是人之常情。那为了解决这种快要让人窒息的倦怠感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超好用的 APG 架构，来帮大家系统性的拆解问题。这4个步骤分别是：第一，觉察；第二，初心；第三，行动；最后第4个是成长。跟着这4个步骤走，我们绝对能一步一步找回身心的和谐。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步。第一步是觉察，捕捉情绪讯号。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转换哦。我们要练习从一个压力超大的当事人，变成一个在旁边客观看着自己大脑运作的旁观者。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有个共识，那就是如果你因为最近的观看数不好而觉得心情很差，请记得，这绝对不是你个人的失败。其实呢，那些因为没有流量而产生的低落感啊、烦躁感啊，它们就只是你身体内建的一种系统警报讯号而已。当这个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它单纯就只是在跟你说，你好像已经慢慢偏离你一开始设定的那个创作初衷哦，就只是这样而已。那遇到这个警报响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可以借用正念心理学里面一个很好用的技巧，叫做去中心化。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但说白了，它就是在你的大脑里面硬生生的拉出一个缓冲空间。你就是单纯的去感受现在的身体跟心情，不要去评价它，就静静看着自己的焦虑。当你把你个人跟你的情绪分开来看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吸进那个可怕的流量焦虑黑洞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大重点，下次如果演算法又让你觉得自己花大把时间做出来的东西好像很没价值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在心里默念这句话：想法只是想法，想法不等于事实。你脑袋里面那些一直告诉你很糟的焦虑声音，真的不代表客观的现实啦。当我们学会觉察之后呢，接着我们就来到第2步，初心。也就是回归初学者心态。既然我们已经发现自己稍微偏离轨道了，现在就是重新校准方向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从那种自以为是专家的陷阱里面拉出来。这刚好非常完美的对应到禅宗里面说的初心的概念。其实这有一点点反直觉哦。你想想，我们对一个领域越熟练，脑袋有时候反而会变得越僵硬，不小心就变成了那种高高在上的专家。但真正的初心是什么？它是在提醒我们，就算你现在已经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了，你还是要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在一个空、随时准备好的状态。当我们把那种专家的包袱丢掉之后，我们就比较不会去死命计较什么赢啦输啦的，也不会每天眼巴巴的等着演算法来给你外部的肯定了。
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自我决定论来看，要维持刚刚说的初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你要抓住你的内在动机。说真的，如果你的目标永远只有追流量，想着怎么变现，那就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外在动机，数字一掉，你心态就崩了。但反过来想，如果你的目标是出于利他精神，想要帮助别人，比如你做内容是为了陪伴大家健康康康活到100岁，哇，这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强大的内在动机了。把你的工作扎根在这种内在而且利他的目标上，才是让你心理健康坚如磐石的真正关键。好啦，现在我们初心找回来了，方向也明确了，那我们总得卷起袖子开始做事，对吧？这就是我们的第3步，行动。我们要学着拆解任务来减轻压力，打败那个常常让我们什么都不敢做的完美主义。在这边，我们要借用一下斯多葛学派的古老智慧，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很残酷的去分，什么是你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你控制不了的。听好咯，除非你会魔法，不然演算法要怎么跑，今天观看次数有多少，这些东西完全就是个混乱的谜，你根本控制不了，所以真的不要再把精力浪费在上面了。相对的，你今天写的脚本品质好不好，视觉设计好不好看，每天的作息正不正常，这些可是100%掌握在你手里的。我们只要全心全意专注于你能控制的日常产出上，你就会发现那种患得患失的痛苦感真的会减少很多很多。那具体要怎么做呢？这里给大家一个超实用的方法，叫做最小可行性修正流程。大家要知道，艺人公司的资源真的是少得可怜，所以千万不要妄想一次就能解决所有大问题。我们要把庞大的专案切成一个个毫无压力的微型任务。比如说，好，我今天就只要构思一个画面的点子就好，或者我今天只要微调一段脚本结构，这样就好。然后做完之后，记得停下来，好好肯定一下自己的努力。在艺人公司这种每天都在单打斗斗的环境里，只要你今天有在前进，有采取行动，那就是一场胜利。我们就是要坚持这种做了就行的伟大原则。终于，我们来到了这个架构的最后一步，也就是第4步，成长。这是要跟大家分享怎么建立每日感恩清单。这一步超级重要，它是让你维持长期心理韧性、重塑身心灵和谐的最重要基石。我们必须要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成长。真正的个人成长，绝对不是说你今天终于达到某个虚荣的订阅数字里程碑。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发生在你每天那1-2个小时专心创作的过程里。当你在克服困难、探索未知，然后体验到所谓心流的境界时，这才是成长。说真的，如果你能够在你每天专属的创作时间里面感觉到彻底的放松跟自在，恭喜你，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成功了啊！那为了把这种美好的状态稳固下来，我强烈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执行这个每日可执行的感恩练习清单。你可以很简单的列出3件事。第一，去感谢那些因为看了你的内容而具体得到帮助的观众。第二，去欣赏自己刚刚经历的那1-2个小时创作心流状态。第三呢，就是肯定自己每天的微小进步。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哦，执行这个清单能实质的帮你的大脑重新牵线，它会让你的大脑习惯去欣赏正向的人际连结，而不是死盯着那些冷冰冰的数据。这招对于消灭流量焦虑真的极度有效。所以总结来说，只要我们能够精通今天分享的觉察、初心、行动还有成长这4个阶段，你就等于是帮自己的艺人公司打造了一颗充满正念而且深具韧性的超级引擎。这套方法能让你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自在又快乐地找回可以一直创作下去的永续动力。
那在今天这一集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留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让大家在心里想一想：当你明天打开电脑的那一刻，你究竟是在为演算法而创作，还是为了你的初心而创作呢？希望今天的解说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刺激，挑战一下你原本的日常作息，引导大家用更正面的态度，把那份最纯粹、最真实的创作动力给找回来。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啦！